上一期我们讲了髂骨一侧旋后的动作设计底层逻辑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一侧髂骨旋前的动作设计的底层逻辑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作。那么大家在看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去思考一下，我到底是在调整哪一侧的髂骨旋前。好，我们侧躺到垫子上，大小腿90度，屈髋屈膝，两个脚掌蹬实墙面，双腿中间加一个瑜伽球，双脚用3成的力去蹬实墙面，双腿微微夹住球，也是用3成的力就可以了。然后吸气，脊柱延展，呼气的时候注意让我们上侧的坐骨带动膝盖有一个往后移动的力量，让我们上侧的骨盆向后旋，吸气回正，呼气坐骨拉动我们的膝盖向后移动。此时我们的骨盆是一个向左旋转的趋势，同时你能感受到我们左侧的内收肌也有发力的感觉。好了，动作看完了，那么大家现在猜到了是训练哪一侧的髂骨旋前吗？如果你的回答是上侧的话，那么恭喜你答对了。当我们一侧髂骨旋前的时候，我们的骨盆会被引导向对侧旋转，同时我们的髋关节会处于一个外展外旋位。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就需要这侧的髂骨通过旋后引导骨盆向同侧旋转，同时加强这一侧的内旋内收的力量。那么基于这个逻辑，上述那个动作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双腿中间加了一个瑜伽小球，就是为了增强它内旋内收的发力感。那么如果你也是一侧髂骨旋前的同学，就按照上述的方式去练习起来吧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还是要跟同学们说，尽管你是髂骨一侧旋前一侧旋后，但是我希望这个动作两侧都去练一下，你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哪一侧容易，哪一侧难。只不过你可以在你需要改善那一侧多做1组或者2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